Hello，大家好，我是小李。初次见面，请多指教。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我们计划在交易之刃的频道下开设新的子栏目，帮助大家跟踪更多的美股资讯和财经分析。在本期视频中，我们考虑到当前美股市场高估值、高波动、高不确定性的情况，并结合近期8轮周刊荐股板块的更新，将给各位看官分析一支增长稳健、护城河深且估值相对合理的防御性股票 Zoetis。 如果大家喜欢本期的内容，请不要忘了给我们点赞支持。如果屏幕前的您是一位铲屎官，那么请更不要错过本期视频哦。可能很多人乍一听 Zoetis 这个名字会感觉有点陌生，但大家对疫情后声名鹊起的宇宙第一大药厂辉瑞肯定已经是非常熟悉了吧。说来 Zoetis 跟辉瑞关系非浅，它曾经就是辉瑞旗下的动物保健部门，在2012年才从辉瑞中分离出来。深厚的根基加上10多年的辛勤耕耘， Zoetis 已经成为了全球动物保健行业的领导者。目前公司的总收入主要来自畜牧健康业务和宠物健康业务两大部分，其中公司在美国本土的收入侧重于宠物健康业务，而国际上则略微侧重于畜牧健康业务。听起来很厉害，对不对？但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它的股票市场时，却会发现 Zoetis 的股价已经从2021年10月最高点的244降到了现在的170美元左右。相对于其自身估值， Zoetis 目前的股价已经来到了5年内的较低点。那究竟是什么导致了 Zoetis 股价的跳水呢？一是由于宏观经济发展放缓，大盘走势低迷， Zoetis 的股价也受到了相应影响。二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全球各国的风控政策严重抑制了畜牧业的发展和牲畜数量增长，使得公司畜牧健康业务的发展受阻。在经历了短暂的寒冬之后， Zoetis 在股市的表现能否像最近的天气一样逐渐回暖呢？它作为一只冷门股票的优势又在何处呢？在此，小李为大家整理出了 Zoetis 的4大优势。首先，作为 Animal Healthcare 的领头羊， Zoetis 有着毋庸置疑的行业垄断地位，这使得公司能够长期保持较为稳定的收入，拥有较强的定价权。最新一季度的公司财报显示，即使在动物就医率下降了 4% 的情况下，其药物收入仍然增长了 10%。 而作为从老牌药厂辉瑞拆分出来的公司，我们就不得不提及 Zoetis 的第2大优势。 Zoetis 有力地继承了辉瑞强大的 CMC 能力。所谓 CMC， 即 Chemistry, Manufacturing, Control 的简称。一个药物从开始研发到成功上市，需要非常优秀的化学表征、质量控制和生产能力，也是药物能够得到 FDA 批准的关键之一。同时， Zoetis 的第3大优势，强大的研发能力，也为公司的发展保驾护航。仅仅是在近3年， Zoetis 就陆续推出了多个富有竞争力的产品。例如在2020年推出的 Synbaric， 用于预防和治疗狗狗的跳蚤和蜱虫感染，使得公司的销售额增长了 57%。 再如 Librela， 一种用于缓解犬类骨关节炎疼痛的注射药物，目前在国外的销售额已经达到1亿美元，将于今年在美国上市。同时， Librela 的猫科动物版本 Solensia 也在2022年得到 FDA 的批准，去年为公司带来了3000万美元的收入。以上这些仅仅是用于常见的猫狗家养宠物产品，而 Zoetis 在畜牧动物线的核心产品研发也是不容小觑的。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倾向成为丁克一族，并选择饲养宠物。尤其是经历了疫情漫长的 lockdown 之后，宠物拥有量的上升以及宠物地位的提高，极大地促进了动物产业和相关医学的发展。铲屎官们有意愿也有实力在自己的毛孩子身上投入更多。 Zoetis 曾经对此做过民意调查，显示即使收入下降多达 20%， 年轻的 pet parents 也不会削减他们在宠物身上的开支。屏幕前的各位猫奴狗奴们，你们也是如此吗？同时，宠物保险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市面上的大部分宠物保险 deductible 较高，
相当一部分动物药物的支付需要自掏腰包，因此没有保险公司去迫使铲屎官改用更便宜的仿制药，所以 Zoetis 几乎无需担心失去专利保护的影响。例如在2019年 Zoetis 有近 75% 的收入来自没有专利保护的产品。结合我们谈到的诸多优势，分析师预测 Zoetis 的平均股价具有 33% 的上涨空间，而 EPS 将在2023年度增长 10.7%， 达到 5.4 美元的历史新高。放在2023年这样一个大部分公司的营收几乎不增长或衰退的环境下，拥有2位数的 EPS 增长更显得难得，并且预计到2024年，每股收益的增长将达到 12.3%， 即 6.07 美元。而公司的总收入也将在本年度增长 7%， 达到 86.4 亿美元。当然，光谈基本面，不落实到交易都是耍流氓。下面我们从交易角度，通过技术分析，结合完美风暴量化系统来回顾一下这只股票半年以来的走势。大家可以看到，在去年的11月份，股价来到125左右的最低点后，一路震荡上行。我们的完美风暴信号也在11月22日1号箭头所指的位置触发了发小财的抄底信号，并且在12月底2号箭头指向的位置连续触发了发大财的买入信号。按照1号和2号抄底信号买入的会员分别获得了 30% 和 21% 的丰厚收益。现在股价基本已经涨到前期的阻力带175到180的位置，结合现在大盘所处的估值高位，小李可能在这里不会选择买入。但是如果股价随着大盘的回落回调到158到160的支撑位置，我们认为还是值得考虑的。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不知道各位看官对这只冷门股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下评论。如果你还想看到更多类似的分析和解读，请大家点赞、转发、评论，小李需要你们的支持哦。如果大家想要获得更多美股实时交易分享和市场解读，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频道，加入链接在视频描述栏下方。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